哈喽，我是麒麟。上集我们一口气看完了女武神整个第一季动画的内容，人类和神明共进行了3场对决，最终比分来到了1比2。接下来将进入漫画部分，本集将一口气讲完第4场对决。开膛是杰克对阵大力神海克力斯，正义与邪恶的碰撞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因为人类方选手的特别要求，再加上神明方选手意外的同意，第4场比赛场地由擂台变成了城市街头赛，场面之大，连四周的观众也只能通过围墙上的荧幕来观看。首先登场的是人类史上臭名昭著的杀人魔开膛手杰克，曾以一人之力让整个伦敦陷入恐惧之中。随后登场的是神明一边，曾以人类之身完成12项挑战，升格为神的正义化身海克力斯。这场对决完全可以看作是正义和邪恶的对决。第4场比赛正式开始，杰克向海克力斯鞠了一躬，从斗篷里拿出了自己的武器，并自顾自地宣扬道：“所谓的绅士，这便是我的神器。”说完还不忘炫技一把，看似笨重的剪刀竟然轻松就斩断了灯柱。海克力斯终于也正视了起来。好吧，我会全力以赴来回应你。可谁知道话音刚落，杰克竟然转身就溜了。在所有人惊呆的表情下，杰克跑进了小巷子里，把海克力斯气得不行，立马就追了过去。但谁料杰克并没有趁机逃远，而是在巷子里悠闲地泡起了茶。失敬了，因为下午茶的时间到了，您要来一杯吗，先生？海克力斯不想跟他废话，直接冲了过去。可突然间他停下了脚步，这是……哎呀，被发现了！无聊！在海克力斯扯断丝线的一瞬间，无数的暗器从天而降。原来这正是杰克诱敌深入所布置的陷阱，但力气打在海克力斯身上根本破不了防。哼，区区凡器是伤不了我的。是吗？我是那种凡事都要自己试试看，否则无法接受的性格，先生。说话间，海克力斯已经到了近前，抬手就要将他砸扁，但下一刻杰克竟掏出了一把枪。海克力斯下意识地躲开了子弹，但谁料那子弹飞到空中，竟然突然展开变成了钩子。杰克一眨眼就飞到了空中，借着钩索在空中修起了身法，但海克力斯根本没放在眼里，脚下力量汇聚，轰的一声，他便腾空而起，一跃到了杰克的头顶，接着一棒子砸下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一击竟然直接砸碎了杰克的神奇剪刀，看台上瞬间响起了议论声。那种家伙果然不行啊，这么快就要输掉了吗？应了观众的话，杰克像是走投无路般退到了墙角上，慌慌张张的从兜里掏出了什么东西。我要说多少次你才明白，凡器是伤不到我的。杰克低着头，像是垂死挣扎般扔出了暗器。海克力斯根本没打算防御，就直冲了过去。可谁料怎么回事？不可能有那种事儿啊！连主持人一时间都看懵了。只见那些凡器竟然扎进了海克力斯的身体里，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我的神器是那把剪刀，虽然是这么说的，但那是我骗你的。原来从一开始杰克就下了套。这个时候他从腰间的包里掏出了一对小刀，表示他真正的神器是这个能创造神器的包，只不过无法创造出比这个包更大的武器。人们万万没有想到，竟然是这个恶意的化身先一步占据了上风。虽说仅仅这种程度对海克力斯来说并无大碍，可面对再一次抛来的暗器，他不敢再应接了。杰克的投掷手法变化多端，就算防也防不住，他索性顶着骤雨般的攻击，一步一个血印向杰克走去。看着这般勇猛的海克力斯，看台上的战神阿瑞斯回忆起曾经还是人类时的他。村子里每发生不公正的事情，他便会站出来。瘦弱的身躯比谁都勇猛，即使每次都被打得伤痕累累，但下一次还是会信心满满的站出来。村子里猎捕野兽时，他总是会第一个站出来，即使最后大家只会把功劳算在神明身上，他也一点都不在乎。他的眼里只有变强，再然后为了正确之人挺身而出。如果说在海克力斯面前有2条路，为了得到能守护正确之人的力量，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困难的那条。不知不觉间他变强了，但不久后便等来了神界的一次千年会议。那一次众神为了惩罚人类，派遣了战神阿瑞斯降下惩罚。如天神般降临的战神军队来到了城门前，看到是神明来了，人们根本没有斗志，甚至开始跪地乞讨。但有一个人却屹立在城门口，只身拦住了阿瑞斯的军队。面对实力碾压他的神明，他根本没在怕的。这一次赌上性命也要守护身后的人们。他将村子里一直供奉着的神之血一口饮下，这是传说中众神之王宙斯的神血。作为一个凡人是不可能承受住其中神力的，但他做到了，用凡人之躯获得了神王的力量，最终以一当千打倒了战神军队，还差点打败了战神。最终宙斯赶到阻止了2人，并竭力邀请海克力斯成为神。海克力斯提出了让神明不再加害人类为条件，最终成为了神明，作为神来守护人类。
每回忆起当初两人的战斗，阿瑞斯就不得不夸赞一番海克力斯，那坚韧不屈的信念绝不会有一丝动摇。而此刻战场上，海克力斯已经逼到了杰克身前，就要一棒砸下。只见杰克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雨伞，在挡住海克力斯这一击的同时，用雨伞的旋转将其巨力牵引到了地面上，成功化解了这一击。看来这杀人魔也挺有两下子的。既然这样，海克力斯不再犹豫，胸前的奇怪纹路开始向手臂蔓延。看到这一幕，阿瑞斯一惊，他难道打算用那招吗？只见海克力斯整个右手布满的纹路隐隐冒着白气，下一刻手里的棒子竟然变成个狮子头，这便是他的12神技第一尾力吞噬大地的咆哮。毁灭一切的巨大石头冲向杰克，情急之中，杰克刚举起雨伞想卸力，但碰到石头的一瞬间就被轰飞了出去。这个时候的海克力斯才是真正的斗神，12神技每一招都具有毁灭性的威力，但同样也有相应的代价。每用一次神技，他的刺青便会扩散1公分，除了伴随足以令人昏厥的疼痛外，一旦刺青遍布全身，他便会瞬间死去。这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力量。杰克晃晃悠悠的起身，反倒是更兴奋了，从袋子里掏出把蝴蝶刀，竟然向海克力斯正面冲了过去。当然他并不是想和海克力斯拼正面，而是利用远近交替来进行前后夹击。但在海克力斯疲于防守时，蹦跳着令人匪夷所思的悬在了半空中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踩在钢丝上。紧接着他将小刀抛向了上空，刀身的尾部插在钢丝上，再由他拉动钢丝，一瞬间暴雨梨花针从天而降，并且途中还被钢丝进行了2次变向。海克力斯根本就捕捉不到行动轨迹，就算是他遭遇了这么密集的神奇攻击，也快受不了了，那只能再次使用神技了。第6尾叶换来旋风之鸟，只见下落的小刀被飓风改变了方向，直刺向杰克，啪的一声，竟将他遮蔽右眼的钟表都给打碎了。只见那隐藏在钟表下的，竟是一只闪耀如宝石般的眼睛。从那只眼睛里，他看到了海克力斯那拥有不屈意志的璀璨颜色。原来那只眼睛能看透人的情绪，那是他的出生起就拥有的能力。在19世纪末的伦敦，有西装革履、衣食无忧的上层人士，也有像杰克一样只能靠捡垃圾来补贴生活的底层人士。他的母亲是一名妓女，经常受到客人的打骂，拿着低微的收入。但尽管这样，母亲也独自将他抚养长大，对他悉心照顾。在他的眼睛里，母亲的颜色璀璨如霞，饱含着对他满满的爱，让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然而突然有一天，他带着捡来的食物向母亲分享时，却看到母亲正对着一张舞台剧传单哭得撕心裂肺。原来是剧作家杰克史密斯将迎娶贵族千金为妻，而母亲痛苦的原因是因为那正是他苦苦等了13年，答应了会来娶她的爱人。杰克安慰着母亲，告诉她没事的，他会一直待在母亲身边的。可谁料一直以来温柔似水的母亲突然间暴起，他从未看过这副模样的母亲。不仅如此，他嘴里还重复着，早知道就不该把他生下来，没有了那个人，杰克根本就没有存在意义。这一瞬间，杰克明白了，他曾以为母亲是爱他的颜色，原来那并非是针对他，而是母亲自己的希望，是他用以和那个男人产生关系的道具罢了。突然间，母亲的颜色变了，慢慢的变成了那些欺负过他、打骂过他的凶恶之徒的颜色。绝对不可以，我会帮你解放出来的。从那一刻起，杰克的内心开始崩坏了。那一天，他亲手杀死了母亲，也彻底爱上了母亲死前散发的恐惧之色。接着，他又杀掉了那疑似自己父亲的剧作家，彻底成为了一个杀人魔。活着的时候，人们总是散发各种情感杂念，只有在死亡的时候，被恐惧支配，会染上100%的情感，那实在是太美了。听了这番话，海格力斯却笑了，因为他不一样，就算死了，他也不会产生恐惧的颜色。这个时候，两人正上方的钟楼钟声响起，杰克乘着钢索飞往钟楼上，但似乎钩索出现了失误，差点就从空中掉了下来。海格力斯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，一击砸向楼体，整个钟楼都开始倾倒。杰克只能抓着钟表的指针悬在半空中。就是这个时机，海格力斯刺青再次延伸开来，手里的棒子幻化为牛头。第7尾叶愤怒奔牛之蹄。看起来杰克已经穷途末路了，但谁料他竟然搬下了表盘，当做武器投向了海克力斯。哼，又干这种没有意义的事，都说了这样是伤不到我。话音未落，他的左手就被切断了。为什么区区凡气能伤到神？在所有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，最先察觉真相的是海克力斯自己。你的神器实际上是那个吗？哎呀呀，您发现了吗，先生？原来谎言的背后还是谎言。杰克的神器不是剪刀，也不是那个口袋，而是这双磨到任何东西都能变为神器的手套。这一环扣一环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击。不择手段赢下比赛，才是邪恶之人该做的。
甚至连神器锻造都是他亲手胁迫女武神完成的。在海克力斯断掉一只手后，优势方又回到了杰克这边。可正当杰克自顾自沉浸在自我的陶醉时，海克力斯突然说道：“看来你输了。”啊，我输了？仅仅为了看到纯粹的恐惧而杀人吗？不，你就是败给了绝望，将自己委身于快乐的可怜人罢了。这一刻，杰克似乎在海克力斯身上感受到了熟悉的颜色。人类是愚昧的，嫉妒、憎恶、歧视、背叛、傲慢、自卑、贪婪，还有绝望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我也依旧爱着人类。看台上所有人类都掩面抽泣着，杰克也愣住了，因为他想起来了，海克力斯身上散发着的是曾经母亲的颜色，是名为爱的颜色。他从未想过竟然会在神的身上再一次看到。但不管如何，决战还在继续。失去了手臂的海克力斯孤独一掷，3匹巨狼从天而降。第12位夜，地狱看门犬。这一招使出，那就意味着海克力斯赌上了性命。在击杀对手或自身被吞噬殆尽前，这个神技都不会结束。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令杰克只能不停地闪躲，即便是用神器也挡不住海克力斯那暴力的力量，一直被逼迫到高空中。无处可逃的杰克被一拳砸到了地面，竟然正好落到了铁栅栏上，被整个贯穿了腹部。忍着剧痛，他取出了铁栅栏，这下他们俩都身负重伤。真正的最后谢幕正式展开了。杰克也不再逃，木门当剑盾，以近身战迎了上去。几轮碰撞后，杰克当然是打不过海克力斯了，但瞄准了海克力斯出拳的空隙，他还是露出了隐藏在暗处的獠牙。原来那块锋利的铁栅栏一直被他隐藏在袖子里，就等着这一刻呢。可谁料海克力斯在12尾翼的加持下反应极快，躲开了刺激，一拳就将杰克抡飞了。但尽管浑身是血，杰克还是颤颤巍巍地站起了身，嘴里喃喃着我所爱的人。再一次缓步走到了海克力斯面前，两人同时挥出了最后一击。结果并不意外，海克力斯一拳打在杰克脸上，而杰克的攻击又落空了。在所有人看来，杰克已经失去了战斗力，正缓缓倒下。但只有他自己清楚，他一直都在等着这一刻。让谁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用手就刺穿了海克力斯的躯体。这一招被他取名为“亲爱的神”，献给海克力斯。原来他早已经算好了一切，用手上沾满的血神计划完成了这一壮举。但即便是生命到了最后一刻，海克力斯仍然笑着面对，他理解并包容杰克，因为他会永远深爱着人类。在拥抱中，海克力斯的身躯开始消散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他都在期望着，希望女武神能救一救这些愚蠢但又惹人怜爱的人类。毕竟他这一辈子都在守护着他所爱的人。看着消散在空中的海克力斯，杰克很想知道，此时此刻他自己的情感是什么颜色的。取得了这艰难的一战，在离开前，杰克向观众们致意，但给予他的不是赞美，而是一片咒骂和怨恨。人们都在嘶吼着让他把海克力斯还给他们。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在想起海克力斯的遗言时，并没有加恨于杰克，这便是充满了情感欲望的人类。沐浴在咒骂声中，杰克深深地鞠了一躬。这一战的胜利为人类方扳平了比分，但比赛还没有结束。在一片女人堆里，女武神找来的第5名参赛选手现身了，是日本相扑界的顶点，无与伦比的力士雷电为右卫门，而他的对手是宇宙的破坏与创造神湿婆。下期预告：人生第5战，雷电对阵湿婆，人类方神明释迦牟尼登场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，我是麒麟，那我们下期见。